大家好，我是小韩，欢迎来到 Thinking in Chinese 播客。这是一档面向中级中文学习者的播客节目。最近有朋友问我，你说我学中文也挺久了，跟人聊天还是聊不了深入的话题。我单词没少背，课也没少上，但怎么感觉老是卡在一个地方了呢？有时候真不想学了。我相信可能很多学到中级的朋友们都有同感吧，觉得学中文怎么这么心累啊？要记住生词，要听懂各种口音，还得想着怎么说的更地道，感觉像在打仗一样。有时候呢，明明很努力了，但进步却好像变慢了，对吧？其实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藏在咱们中国的一句古话里，叫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了解自己，了解对手，打仗就不会失败。这个听起来像打仗的法子，没错，但它对学中文也特别有用。今天呢，咱们就来聊一聊，怎么用这个兵法打赢学中文这一仗。你可能在很多地方听过这句话，那知道知己知彼，对我们学中文有什么帮助呢？学中文其实也有点像打仗，对不对？不是你和别人打，而是你和你自己的习惯、情绪打，和学中文的难点打。所以今天呢，咱们就来聊一聊《孙子兵法》这本书，还有它的作者孙子，再讲一讲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到底说的是什么，以及最重要的是，你可以怎么把这个法子用在你的中文学习里，让你学得更轻松、更高效。好，我们先从《孙子兵法》这本书开始首先来介绍一下《孙子兵法》的作者。谁写了《孙子兵法》呢？作者叫孙武，这是他本来的名字。那大家为什么都叫他孙子呢？孙子呢，这个名字是大家后来给他起的，表示对他的尊敬。在中国古代，很厉害的人，人们就会用子来称呼对方。比如大家都知道的孔子。孔子本来的名字叫孔丘，像是孔子、老子、庄子，包括这个孙子，其实都是表达尊敬的意思。孙子呢，生活在2500多年前，他生活的那个时代叫春秋。春秋时期，中国分成了很多小国，比如孙子在的国家叫吴国。当时这些小国家之间老是打仗，所以大家都想知道怎么才能一直打胜仗。孙子写《孙子兵法》的时候才20多岁，那个时候他还没打过仗。他住在吴国的大山里种田。吴国呢，就在今天的长三角地区。长三角是中国现在最富裕的地方，上海、苏州、杭州都在这里。孙子32岁的时候，被人推荐给了吴国的国王。孙子就把他写的《孙子兵法》拿给吴王看。吴王一读就说，哇，这个人很厉害嘛，就很重视孙子。
之后每次打仗，吴国都取得了胜利。后来呢，中国只要打仗，基本上都会看《孙子兵法》。比如春秋后面的战国时代，还有三国时代，打仗都靠这本书。直到今天，2500年过去了，在中国没有任何一本讲打仗的书超过这本《孙子兵法》。接下来我们回到开头说的这句话。这句话非常经典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我们先来说说这句话的意思，先把它分成4个部分来看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咱们先看知己知是知道了解的意思，己呢就是自己，这2个字连起来就是了解自己。了解自己什么呢？比如自己的优点、缺点，还有能做到的、做不到的事儿。另外，知己这个词现在还指很了解我们的人，跟知音是一个意思。对学中文来说，知己是什么意思呢？知己就是了解你自己的学习状态，就是你要知道你自己现在在哪个阶段，你知道自己在什么时候学习状态最好吗？你知道自己对什么感兴趣，对什么不感兴趣吗？你的强项是什么呢？听力强还是词汇多？你的弱点是什么呢？声调不稳，句子太长听不懂。你只要知道这些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还有你的兴趣来学，加强你的弱项，发挥你的长处，用你喜欢的东西来学中文。这样你的效率就会更高。再看知彼，知呢是了解知道的意思，和前面知己的知呢是一样的。彼是对方、别人或者对手，比如比赛的对手、工作的合作方都可以叫彼。知彼的意思就是了解对方的情况，比如对方的优点、缺点，还有他们的想法、计划。对学中文来说，那知彼呢，就是你要了解中文这门语言，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。比如，你知道中文的思考方式跟你的母语有什么不同吗？你了解中国人说话的习惯，还有背后的文化吗？你知道哪些是学习的关键，还有哪些事儿是急不来的吗？比如，汉字不是背得越多越好，声调呢，也不是一次学会的，是你慢慢熟悉的。语法不用死记，听多了，用多了，自然就会了。当你了解了自己，了解自己现在能做什么，也知道了中文哪里难，哪里需要时间，你就会走得更稳，也更轻松。在中国历史上，能做到知己知彼的人都赢了。你可能会问了，真的有那么神奇吗？
我先说一个打仗的例子。如果让你用3万人去打败80万人，你觉得可能吗？听起来很像做梦，对吧？但在三国时代的赤壁之战中，有人就做到了。而这个人成功的秘密，就是我们刚刚讲的那4个字：知己知彼。很久以前的三国时代，也就是1800多年前，中国有2位很厉害的将军，曹操还有周瑜。曹操呢是北方的，周瑜是南方的。当时曹操有一个很强大的军队，人数很多。周瑜的军队呢，人数不多，很弱，看上去完全不是曹操的对手。有一次，曹操带着80万士兵，还有很多战船，他们一直往南，到了长江边上，准备打周瑜。周瑜这边呢，只有3万人。大家都觉得，如果他们打起来，肯定会是曹操获胜。曹操自己呢，也是这么想的。他觉得胜利肯定是自己的了。而周瑜呢，他不相信。他相信的是，只要了解自己，了解对手，他就一定能找到办法获得胜利。他是怎么做的呢？首先，知己就是了解自己。周瑜非常清楚自己这边的情况，他知道自己的弱点就是兵少船小。但是因为他们是南方人嘛，所以很会在水上打仗，这个呢是很大的优点。然后是知彼，就是了解对手。周瑜花了很多心思，收集了很多信息来研究曹操。他发现了2个很重要的点。第一点是，曹操的士兵是北方人，他们不习惯坐船，一坐船就头晕，很多人甚至还生病了。你想想晕船了还怎么打仗呢？这个绝对是很大的弱点，对吧？第二点呢，刚才说了，曹操看到他的士兵晕船很严重，曹操说，这样不行得想个法子让船稳一点。有人跟曹操说，我有个法子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曹操一听，觉得这个点子很好他很高兴。你猜这个点子是什么呢？就是把船都用铁做的链条系在一起，等于说把所有船都连在一起了，这样船就不会晃。这个听起来像是优点，对吧？但是呢，周瑜马上想到，如果着火了怎么办呢？船都连在一起，他们不就全完了吗？你看，这就是知彼，不只看表面，而是看到背后的风险。因为周瑜知己知彼，他想出了一个很厉害的办法。他先准备了一艘小船，假装要投降。小船里呢，装满了干柴、油，一点就着。他等到一个晚上，刚好刮大风，然后让那艘小船直接冲向曹操的船队。结果呢，小船一冲进去就开始烧，而曹操的船呢，马上就着火了。这些船都被铁链连在一起，根本没法分开。
一艘烧了，其他的也都跟着烧，全都逃不掉。当时风很大，火一下子就传开了，整个船队全被点着了。你想想看啊，夜晚的长江，水面上都变成了火海，火光把夜空都照亮了，几十万人的船队就这样没了。最后的结果是不是很让人意外？强大的曹操被打败了，看起来弱的周瑜赢了这场不可能的战争。所以啊，知己知彼，用在学中文里就是你越了解自己，越了解中文，你就越不容易累，越容易坚持下去。然后是百战，百不是真的100啊，是很多多次的意思。中文里呢，经常这样说，像百折不挠，说的是遇到很多困难也不放弃。百炼成钢，练很多次才变成钢铁。战呢，本来是打仗的意思，现在也指比赛、竞争或者难办的事儿。所以百战就是很多次比赛，很多次难办的事儿。最后是不殆，不就是不会、没有的意思。殆呢是危险、失败的意思。这个字啊，现在不常用。不殆就是不会有危险，不会失败，做事能成。后来啊，还有一种流行的说法，叫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那百战不殆和百战百胜区别在哪儿呢？看起来就差了2个字，对吧？不殆是不失败的意思，百胜呢，就是每次都胜利。其实啊，这2个词的差别，说出了孙子最核心的一个想法。要知道，孙子最开始说的不是百战百胜，他说的是百战不殆，意思是怎么打我都不输。孙子这个人啊，特别强调不输、不失败。他这句话里强调胜利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不输。好了，说回到学习中文上来，你可以想一想，我们平时学中文的时候啊，你有没有这样要求过你自己？就是每一次听力都要完全听懂，每一句话都要说的特别完美，每个声调呢也要非常标准。这压力是不是太大了点，对吧？很多人呢，就是因为怕说错，怕说的不完美，想要百战百胜，结果啊，反而开不了口了。那我们看孙子说的，他的重点就是说，你不需要每次都赢，每次都很完美，只要你一直前进，一直坚持，你就不算失败，你就做到了不殆。比如说啊，你说的音调不是很准，但别人听懂了，
这就是不带。你用的词简单，不高级，但你成功交流了，这也是不带。你今天没有学习新词、新句型，但你复习了之前学的，你没有放弃，还打算继续学下去，这还是不带。所以你看，百战百胜追求一个漂亮的结果，但百战不殆追求的是你会一直坚持下去。孙子想要保护的是一个国家，而我们要保护的就是我们学中文的信心，以及继续学中文的动力。所以最危险的其实不是你说错了、听不懂、弄错了语法，最危险的是你因为害怕不完美，干脆不说了，不学了。不输包括和对方打平手。另外还有一个意思，这个是孙子最重要的一个想法，就是尽可能的不要打仗。那孙子为什么这么强调不打呢？为什么说一定要不输呢？因为在那个时候只要打仗输了一次就全完了，你赢多少次都不重要，只要输一次就全结束了。所以孙子强调的不是百战百胜，而是百战不殆，就是说你不输就行。换句话说呢，孙子不是在教你怎么打败敌人，而是在教你怎么保护你自己。孙子说的，能不打就不打。对我们学中文来说，这有什么用呢？你想一想学中文最难打的仗是什么？是不是那种硬碰硬肯定要输的仗？比如说，你看一个语速很快、口音又重的视频，你一句都没听懂，你是不是会很失望？或者你逼自己去读一本特别难读的小说，里面有很多生词，还有成语方言你越读越晕，越读越想放弃。这种感觉呢，是不是就像被拉去打仗，打一次一定会输的仗？其实输掉的不仅是这一次战斗，更是你学习中文的热情，还有你的信心。孙子说的不要轻易打仗，意思就是不要打那些你现在一定会输的仗，就是说不要每次都和很难的材料硬磕，你不需要动不动就和自己较劲儿，也没必要把每一个难点都当成必须马上解决的敌人。那不打仗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如果一个材料你现在完全看不懂、听不懂，就不要一直勉强自己，先停下来，去找比你现在会的稍难一点的内容，然后再慢慢加难度，一点一点加。你每次都给自己一点小挑战，但又不会太难，这样你就能一点一点的积累力量，而不是消耗自己。需要注意的是
每一次你都不用一下子全听懂、看懂，有一点点吃力的感觉就可以了。遇到难的部分呢，你先绕过去。比如说，先跳过一个听不懂的词儿，先让自己往下听、往下读。其实啊，学中文最怕什么？不是没听懂一句话，不是记不住一个生词，而是你觉得我不行了，我不想学了，这才是真正的失败。所以啊，真正重要的不是你学了很多很难的材料，而是你能不能保护自己的信心，继续学下去。今天说了这么多，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吧。你看，孙子的智慧其实对我们学中文也很有帮助。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。简单说呢，就3点。第一点是了解自己，第二点呢，了解对手，知道要学的东西。第3点呢，能不打就不打，能不勉强自己就不勉强。也就是说，你了解自己，也懂中文的难点，再加上你会用自己喜欢的东西来学，没有一直硬磕。这样做啊，你就能越学越好。换句话说啊，在中文学习里呢，你的目标不应该是每次都打胜仗，你不需要每次都很完美，你需要做的只是长时间的走下去。毕竟中文学习可不是一场硬仗，而是一条你可以慢慢走很久的路，走得舒服，走得开心，比打赢一次战斗啊更重要。坚持下去，不放弃，才是你能一直学下去，真正学好中文的秘诀。这也是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的真正的力量。好了，别忘了点赞这个视频，订阅我的频道。感谢你的收听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拜拜。